5年3级跳，谭健次凭什么让北影节连续翻牌？时间这东西，在娱乐圈里往往是个放大镜，能把瞬间的浮华照得透亮，也能把长久的沉淀衬得格外扎实。把时钟拨回2021年的北影节红毯，那时候的谭健次，说实话，站在镜头前多少带着点局外人的拘谨。没有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傍身，他对着媒体镜头轻声说的那句希望下次能带着作品来，听着像句客套的场面话，但懂行的人都知道，那是内娱新人最真实的生存底色。谁能料到，仅仅5年光景，当初那个在后台默默对走位，怕踩错红毯节奏的年轻人，居然真的一步一步走到了开幕式舞台的正中央。今年他以宣传推广大使的身份亮相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松弛和笃定，确实让人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一句，娱乐圈的剧本，有时候还真得靠实打实的汗水去写。说实话，每次看到这种逆风翻盘的叙事，我总觉得挺感慨的。流量时代，大家习惯了速成神话，但谭健次这5年走的，偏偏是一条反其道而行的慢路。他不急着抢头条，也不搞什么争议营销，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扔进剧组，扔进角色里，用作品去交卷。这种不疾不徐的步调，在当下这个恨不得把红字刻在脑门上的环境里，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清醒。从最初的表演嘉宾，到后来短片单元的评委，再到今年直接拿下北影节史上最年轻的90后推广大使头衔，这5年3级跳的轨迹，乍一看像是爽文里的开挂剧情，但仔细拆开来看，每一步都踩得严丝合缝。北影节组委会给他的定位是兼具实力与人气的90后演员代表，这12个字听着官方，背后却是实打实的行业筛选逻辑。电影节不是粉丝打榜的擂台，他看重的是你能不能扛得住镜头审视，能不能在艺术表达和商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能被主流电影节连续翻牌，从来不是靠运气或者资本硬捧，而是因为你身上有那种扛势的质感。谭健次恰恰就是这种人，他不搞虚头巴脑的公关，而是用一次次高质量的亮相和专业的态度，让平台方看到他的稳定性和可塑性。当同期不少艺人还在靠热搜维持热度，频繁炸戏宝曝光的时候，他已经悄悄把身份转换了，从被挑选的表演者变成能参与评审、能代表电影节发声的推动者。这种话语权的转移，说白了就是市场和专业圈层对他综合实力的双重盖章。你看他现在站在聚光灯下，不再需要刻意找镜头，因为作品和口碑早就替他铺好了红毯。就不得不提他那让人印象深刻的巨抛脸特质。猎罪图鉴里，他把画像师沈毅那种内敛、敏锐又带着点破碎感的劲儿拿捏得死死的，用画笔剖开人心的设定，被他演出了心理学层面的厚度。到了长相思，一头白发的香柳直接成了多少观众心里的意难平，那种克制又深情的宿命感，确实不是随便抠抠表情就能演出来的。但真正让我觉得他不简单的是《震耳欲聋》里那个为聋人群体发声的底层青年。有剧组人员私下透露，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他甚至在片场反复问自己，我还像沈毅吗？这种对角色生命力的极致苛求，听着有点自虐，但恰恰是专业演员的自觉。为了演好聋人角色，他跟着手语老师死磕了整整3个月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的全是聋人生活的细节和微表情习惯，连道具师看了都直摇头说太较真了。我个人挺欣赏这种笨功夫的，在如今这个 AI 都能换脸、替身满天飞的快餐环境里，愿意花3个月去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，本身就是一种对表演艺术的敬畏。流量可以买来一时的关注，但买不来角色落地时的呼吸感。他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里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实力赛道，靠的从来不是人设包装，而是这种把每一个角色都当成独立生命去供养的执拗。其实比演技更让我佩服的是他这几年心态上的蜕变。2025年担任短片评委那会儿，很多人以为明星评委就是走红毯、坐前排、念个稿子走个过场，结果他直接蹲在剪辑室里，跟新人导演一帧一帧的看素材，嘴里还念叨着能打动观众的故事就是好故事。今年接过推广大使的担子，他也没搞什么空洞的口号，而是把故事的力量写进官宣文案，甚至主动联动听障协会，搞了一场无障碍观影专场。这种清醒真的不是团队包装出来的人设，而是把野心藏在行动里的通透。拍北影节宣传片的时候，他主动提议加了一段胶片质感的独白，那种颗粒感和时光沉淀的味道跟电影节的调性完美契合。去创投会直播探访，他不是去摆拍打卡的，而是细心的给紧张的新人导演递话筒，引导节奏，就连红毯上那套 Miss
On Margiela 的高定礼服结构的缝线设计也暗藏着巧思，既呼应了电影的艺术气质，又隐隐透出他打破行业边界的职业态度。说句实在话，内娱太多艺人到了这个阶段容易飘，但谭健次反而越来越落地。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，也知道该怎么用资源去反哺行业。这种从等机会到造机会的思维升级，才是他真正拉开与同龄人差距的分水岭。回看他的成长轨迹，其实一直贯穿着一种长期主义的底层逻辑。早年 Mike 男团时期，他在韩国的练习室里一遍遍打磨唱跳基本功，那时候的苦是实打实流在地板上的汗水。后来转型演员，拍军师联盟，为了一个摔碗的镜头能熬大半夜，琢磨怎么用肢体传递人物的决绝。到现在，他已经能带着青年影人工作坊的学员跑电影节，把前辈的经验传递下去。他就像一棵把根深深扎进行业土壤里的树，不急着开花，而是先长枝干，把每一次看似不起眼的机会都转化成向上生长的养分。北影节连续5年翻牌，与其说是平台的偏爱，不如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认可。电影节需要能承载艺术表达，又能连接大众的桥梁，而他恰好提供了这种稳定输出。当他在闭幕式上把天坛奖的奖杯递交给新人导演时，镜头扫过台下，粉丝们高举着谭健次值得的灯牌。那一刻的画面其实特别有象征意义。我一直觉得，所谓争气，从来不是活成别人期待中的完美模板，而是把心里那句轻飘飘的我希望，一步步砸成沉甸甸的我做到。在浮躁的行业里，能守住这份初心，并且用行动去兑现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才华。5年时间，在娱乐圈的维度里，足够让一批人崛起，也足够让另一批人沉寂。谭健次用这5年交出的答卷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爆款神话，而是一份关于专注与沉淀的写实记录。从红毯边缘到舞台中央，从等待作品到定义作品，他的每一步都踩得扎实，也踩得清醒。在这个人人都想走捷径的时代，他偏偏选了那条最费时间，却也最踏实的路。说实话，每次看他现在的状态，我都会想起他5年前那句轻声的期盼。如今，愿望早已照进现实，但他眼里的光并没有被名利稀释，反而因为一路的打磨变得更加笃定。北影节的连续翻牌，只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注脚，真正的主角，永远是那个在镜头后死磕细节，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演员谭健次。未来这条路还长，但只要他继续保持这种把希望做成做到的劲儿，不管是电影节还是更大的银幕，都一定会为他留一盏灯。而我们这些观众能做的，大概就是安静地坐在台下，等着看他下一次又会交出怎样一份让人惊喜的答卷。